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了好久，但到现在热度依旧不减。俄罗斯和德国两国纷纷公开新的消息。首先是俄罗斯俄罗斯表示北溪被破坏了，但没有完全被破坏。北溪2的 B 管道还能继续给欧盟输送天然气，所以德国你应该懂吧？德国表示秒懂。然后德国的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在得到俄罗斯人的暗示之后，立刻跳出来指责美国给欧盟输送的液化天然气，从价格上看，应该是从月球开采的，太贵了。事情到这里已经非常明显了，美国人管道没炸全，欧盟还有底气和美国唱反调。毕竟今年寒潮下来，欧洲的第一轮抵抗尝试彻底失败。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表示，仅仅是第一轮寒潮就已经让欧洲出现了能源短缺警告。就连美国的铁杆英国也出现了天然气用量比往年还高的情况。真到了冬天，能源储备要还只是现在这样，那就等着有人冻死然后又一上台吧。或者是你用大量美元购买美国的月球天然气，然后啥也不用干了，坐等欧元区明年开春破产也不是不行。美国人可以不在乎欧洲的安危，疯狂从他们身上榨油，但欧洲人不行啊，所以只能对不起美国了反正是美国人不仁不义在先的。更何况这也不能算背刺美国，只能说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背刺这种事情还是美国人比较擅长远的不说，咱就说近的。一直为美国人流血卖命的库尔德人，最近在北约峰会上就被卖给土耳其了。最近土耳其做出让步，同意了让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而在这之前，他们是坚决反对北欧国家进入北约的。所有人都猜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埃尔多安变换心意，支持欧美决策的结果竟然是美国人把库尔德人卖给了土耳其。美国表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之后，要帮助土耳其打击库尔德武装，而且呢，还把库尔德武装确立为恐怖组织，承诺组织和调查有关库尔德人的相关资金流动和招募活动。这些年，库尔德在为谁打仗？美国呀！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阿富汗、叙利亚，库尔德人是一战都没落下。最终换来的呢，是美国人把他们送给土耳其剿灭的下场，不得不让人倍感唏嘘。然后再往前翻，还有阿富汗撤军。美国因为无法从阿富汗身上捞取直接利益，于是果断选择抛弃阿富汗，直接导致阿富汗政府军的溃败和塔利班掌握政权。而且更加致命的是，美国人在撤退之前没有跟阿富汗政府商量过哪怕一次。驻扎在当地的欧洲部队和日本自卫队也都被美国人给留下来了。美国人是自己跑路的，要不是因为来阿富汗搅局的国家或多或少有点实力，能自己安排运输机撤离，那这些人都得留在当地被塔利班给推了。可能有人说这些都是小势力，美国人抛弃掉很正常，但以色列不是小势力了吧？怎么也得算个中等势力吧？今年5月，一名伊朗上校遭到暗杀。就在事情毫无头绪的时候，5月25号，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爆料说，以色列官员跟美国官员秘密说过这次针对伊朗高级军官的暗杀行动是以色列策划的。以色列直接惊了，美国人怎么连自个儿都敢背叛《纽约时报》那个文章那肯定是真的，以色列就是想不通为什么美国会出卖自己。可以说这个事情是美国在政治意义上实质背叛了以色列。而且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美国也有可能为了向伊朗和沙特妥协，做出更多背叛以色列的事情，这对以色列的国家利益有着严重损害。很多阴谋论者都猜测以色列是美国的幕后操盘者，但事实却是美国是以色列的生存基础。如果美国选择抛弃以色列，那么他们会瞬间被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撕碎。所以现在只要是目光稍微长远一点的以色列人都在为本国的未来前途而担忧，但这些人无可奈何，只能祈祷这次泄密是一次意外，而不是美国的国策。当然也有人表示美国人够意思呀曾经用马歇尔计划帮助复兴欧洲，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美国平民认为冬天一到，美国会再搞一次马歇尔计划。但是美国学者普遍认为，该计划与其说是某种对欧洲的善意，不如说是为了抗衡苏联影响力，以及更重要的一点，将欧洲塑造成美国工业巨大、过剩产能的倾销市场。总的来说，还是要在欧洲挣钱，帮助美国彻底走出大萧条和战争的影响。事实上，哪怕是在冷战时期，当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欧洲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人对欧洲下刀子那是毫不手软的呀。比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英法直接军事介入埃及，美国为了防止英法两国重新染指非洲市场，直接下令对欧洲国家军事威胁，同时还大量抛售英镑，直接爆破英国金融市场。也就是这件事情，英国被打断了脊梁骨，变成了美国的导弹基地。法国则是不甘于这个结局，在戴高乐的带领下选择退出北约单干，甚至绕开美国和中国建交。
至于现在也没好到哪去啊。2018年，美国直接撕破脸皮对欧洲金属加征关税，逼迫7国集团取消联合公报，甚至直接公然宣称在经济上欧盟是美国的敌人。也无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欧盟总有一天要不得不承认自己被盟友出卖。你可以说，现在欧盟对美国的背叛，破坏美国的国际战略部署，都是美国人自找的。